娱乐至死，金钱至上，一日一更的圈妹又来了。前不久消失了1年多的邓伦，在网络上流传出了一张近照，照片中的他胡子拉碴，身体发福，浑身透着沧桑和憔悴，和当初的意气风发判若两人。22年3月，因为税务问题，邓伦遭到抵制，退圈后他隐居幕后，开启了火锅店。比较诡调的是，哪怕税务问题实锤，哪怕封杀依然板上钉钉，时至今日依然有不少死忠粉坚持在相关话题下等待邓伦复出。管不了别人，我只能管我自己，我不会退圈，也不会脱粉，我就是爱邓伦，不管邓伦是否违法乱纪，是否人品有失，总之支持就对了。事实上，这样的情况并非第一次出现，细数过往塌房明星无脑支持自家爱豆的粉丝大有人在。李易峰从拘留所被释放时，许多粉丝到现场哽咽应援，峰哥加油，加油什么？加油 PC 吗？郑爽刚被封杀时，转评了一条庆祝100周年的微博，竟然获得了近3万条留言评论，且一片岁月静好。无数人希望他好好照顾自己，仿佛他才是代孕、阴阳合同、偷税漏税的受害者。禁毒反面教材柯震东这些年一直在复出边缘横跳试探，该不该给西地艺人一个机会的相关话题，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争辩不休。大众的道德感在支援声中被削弱，犯罪的严肃性被粉丝的诡辩消解。某些劣迹艺人也试图通过粉丝的喜爱，立个知错就改的人设死灰复燃。只是无论是蠢蠢欲动的劣迹艺人，还是盲目狂热的粉丝，他们这波想重出江湖捞钱的小聪明都用错了地方。这年头明星的钱实在是太好赚了，拿着比普通人多几千倍的薪酬，不守医德的混成了法制咖，还指望互联网没有记忆能在犯错后洗白重来。某些艺人为了复出能做到什么程度？时间管理大师罗志祥翻出在极限挑战中亮相过的女装角色朱碧石，女装出道，接代言，出单曲，甚至一跃成为观光大使。昔日的小天王不复存在，只剩下一个在娱乐圈里装疯卖傻，靠女装博眼球的小丑形象。被钉在家暴耻辱柱上的刘洲成，干脆破罐子破摔，以刘师傅的人设靠着家暴全2次出道，不停刷新着大家的三观，甚至拉着新交往的女朋友在评论区互动留言。大家好，我是新沙袋。暴力和娱乐的边界在重拳出击下变得模糊，拉低下限。柯震东生日时连卖房祖名，为西第一世向观众道歉，但却丝毫不见诚意，嘻嘻哈哈地对着镜头说完我们犯法了，我们错了，我们要做更好的示范，对不起大家。转头又补了一句，观众很爱看，有 TM 很瞎的，就是想看我们俩一起道歉，满不在乎的态度就差把 I just kidding 写脸上了。更离谱的是，这些毫无忏悔心的道歉落在粉丝眼里却变得情深意重，总是会有人隔三差五跳出来为自家哥哥喊冤，觉得过分苛责没有必要。甚至有不少人十分同情星途中断的劣迹艺人，觉得太可惜。真的可惜吗？我只想说醒醒吧各位。宋冬野因为西地丑闻被禁言后，手下仍保留着大量酒吧生意，私生活快哉快哉。5月品一口呼伦贝尔大草原的酒，6月灌一波秦皇岛的潮起潮落，闲来无事就和朋友一起喝酒畅谈人生，过得比普通996社畜们滋润多。薇娅从屏幕前消失后，转身变成了一个成功的投资人，年仅38岁，商业版图中已有2个 IPO， 赚得比当主播的那些年多得多。所以哪怕被封杀，这些法制咖们大概率也是不会过得太差的。粉丝们在同情自己爱豆的时候，不如先问问自己这些年有没有好好工作，工资涨没涨。当你在为79精打细算的时候，你的爱豆们或许正拿着208潇洒度日呢。说回到劣迹艺人这件事，在关于劣迹艺人是否能够复出的讨论中，时常能听到这样的言论：人人拥有选择自己生活的自由，只要不影响别人就行。然而作为一个公众人物，他们的一言一行真的不会影响到别人分毫吗？为什么偷税漏税行为要坚决抵制，且绝不容翻身？要知道，一个国家的强大离不开高效的财政体系和财政拨款。举个简单的例子，2020年2月，北京市法改委决定对直接接触待排查病例或确诊病例以及相关工作人员给予每人每天300元补助。
而邓伦逃税6165.14万元，可以补贴20万医疗工作者。往大了说，让人热血沸腾的阅兵仪式，奥运会上的漫天烟火，覆盖全国的铁路交通，论是强大的国防力量，还是欣欣向荣的社会文化，都离不开纳税人缴税。作为公众人物，如果知错能改就可以抹平一个人的劣迹，那么大众的道德感将会被一步步拉低，犯罪将会变得越来越无关痛痒。明星们违法乱纪所造成的蝴蝶效应，恶果是由社会承担，坑害的是我们每一个人。就像人民日报说的，从义先从法。好了，说完这些沉重的，再给大家来点轻松的爆料。王一博涉嫌使用违禁品。王一博最近出席活动的状态看上去非常疲惫，虽然粉丝吹他生图很帅，不愧是顶流，但大部分路人都在感叹他这2年颜值下降太多，因此甚至还有人怀疑王一博是不是动了违禁品。加上前段时间一直在传的那个横店鸭王的瓜，反正这件事就是越来越离谱。很多人觉得王一博就是做了某些事才面黄肌瘦，看上去没精打采。其实王一博颜值巅峰应该是在韩武功时期，那个时候的白牡丹也是在粉丝口中津津乐道。要知道韩国和内娱的妆造其实还是有一定差别的，所以王一博回国之后妆造差点也可以理解，状态管理也是。主要是后续他上升成了顶流不说，如今还是公司的第一把摇钱树，自然平时除了满满的工作安排之外，还有数不尽的各种公关酒局，熬夜和喝酒什么的都会造成颜值下滑。而且他已经入局资本，和很多资本牵扯很深，这些资本大佬都崇尚九州文化，为了资源他也没少喝，这么一来颜值和状态不下降才怪。赵丽颖当张艺谋情妇。赵丽颖去参加了亚洲电影大奖，她在现场还遇到张艺谋，张艺谋一脸热情地向赵丽颖打招呼，加上赵丽颖在采访中说想和张艺谋继续合作，有网友认为两人关系这么好，赵丽颖上赶着讨好张艺谋肯定是关系匪浅，靠陪睡张艺谋才换取的电影资源。张艺谋确实挺喜欢赵丽颖的，毕竟赵丽颖在同期女演员中演技名列前茅，而且商业价值还很高，哪个导演不喜欢？但这种喜欢仅仅是导演对于演员惺惺相惜的喜欢，并不是大家想的那种。第20条里，赵丽颖是作为配角和张艺谋合作，她其实挺想以女主的身份合作一次，私下还和张艺谋说过有机会再合作。张艺谋筹备的电视剧，赵丽颖也自荐过，只是目前备选的演员太多，很多娱乐圈知名女艺人，包括新人都递了简历。几乎半个娱乐圈的女艺人都很感兴趣，张艺谋也没完全确定下来，不过他也和赵丽颖承诺过有合适的戏会想着她。赵丽颖离婚之后就一直单身，没谈对象了，她觉得谈对象影响自己搞钱。陈乔恩承认不孕不育。陈乔恩自从和年下老公结婚以来，大家一直很关心她怎么还没怀孕，关于她怀孕的事儿更是众说纷纭。有人觉得陈乔恩早些年私生活太乱，很难怀孕，也有人说陈乔恩被婆家嫌弃，婆家还有代孕的打算。看到这些各种各样的八卦，陈乔恩还专门跑出来回应，称生孩子并不是她的第一追求。陈乔恩和老公有一定的年龄差，一开始结婚那会儿她确实很着急，双方家长都一直在催生，但越着急越焦虑，越没有想要的结果。陈乔恩现在已经佛系了，和老公全世界到处试跑，能怀上就怀，怀不上也不强求。主要还是她和老公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外面，很少在婆家，也省得被婆婆唠叨了。对于陈乔恩来说，她早就实现了财富自由，现在还不怎么出来工作，处于一个又有钱又有闲的状态，人生已经圆满，生孩子也不是什么必须要做的事。更何况以她的财力，如果只是想要一个和自己有血缘关系的孩子，非常简单，圈内随便一打听都能知道各种门路，她就是想随缘而已，不想强求。杨紫整容实锤了。杨紫在北电上学时的学生证被曝光了，她学生证上的照片肉眼可见的青涩，和现在相差挺大的。这张照片也被很多网友认为是杨紫整容的实锤，但粉丝却称杨紫只是褪去了婴儿肥，仅此而已，并没有整容，还认为她和夏雪时期长得一模一样。杨紫都没动过脸，其实很明显，青云志那会儿她额头就鼓包过，
脸也特别僵，做表情看上去不太自然。网上他下雪时期的那个动图早就被锤 P 过了，就连旁边的道具都被 P 变形了。他这2年状态很好，颜值回春，也是因为找对了医生。圈内很多人都在打听杨紫的医生是谁，想去他那做项目。以前杨紫对脸热衷于做假发，很多项目都尝试过，现在被人提点后才懂得做减法。加上他换了新的造型团队，所以整个人气质变化还是挺大的，也有了时尚感，还能接触到不少时尚资源。整容在娱乐圈已经司空见惯，别说女艺人，很多男人都为了上镜都会调整自己的五官。可以说99%的艺人都动过脸，有些天生丽质的也会去微调，毕竟高清镜头可不是盖的，非常苛刻。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评论，请多多订阅和关注，我会持续为您带来更多精彩内容。